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那现在呢，我们正在学习的是 HSK 5级系列辅导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可以帮助大家复习和准备 HSK 5级考试。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学习到了书写的第2个部分啊。那么在书写里面，我们看一下呢，它一共是有2个部分的。那第1个部分是完成句子，一共有8个题目。然后第2部分又分为2个小部分。第1个小部分是结合词语写短文，你会看到5个词，然后你用5个词去写一篇短文。然后另外呢，你会看到有另外一个题目叫结合图片写短文。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怎么去结合图片写短文，做这个题目，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去做。好，那这里一般是有1个题目，我们建议的时间是10到15分钟啊。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写作题一共只有40分钟。那么前边这个题目呢，因为涉及到语法，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难。但是写作啊，其实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只要大家平时多去练习，然后呢学习一下我们的这个方法，我相信呢做题的时候一定不会特别的困难。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那结合图片写短文，一般来说我们会看到一张图片。那看到图片以后，大家就要去想了，这个图片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文章？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基本的要求。我们先看一下那么你在看到图片之后呢，你就要想一想，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文章？那你一定要注意的是，你的这个主题，这个文章一定要跟图片有关系一定要跟图片有关系。可能很多同学他们在看到图片的时候，他想到了别的内容，那这个内容跟图片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作文一般来说得的分数是会非常非常少的，甚至有可能是特别低，可能是只有最低的分数。那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在做题的时候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跟图片有关系好，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当你写了一篇文章的时候，你的文章一定要是逻辑要是对的，要是完整的你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是有一个完整的想法你不能写到一半然后不写了因为以前呢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同学在写文章的时候时间不够了，那没有写完就交卷了。那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希望同学们要避免。在写文章的时候，这个故事一定要写完一定要写完。那么我们在前边阅读的第2个部分和第3个部分都向大家介绍了有3种文章有议论文，表示一个观点，有故事说一个道理，还有说明文，就是介绍一个知识等等，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也告诉大家写文章的时候一般要怎么写。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进行一些这个介绍。那另外一点就是每个句子都是对的你去写句子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这个句子必须是对的。那这个对的有2个要求，第1个要求就是你的语法不能是错误的，语法和词汇不能用错。那第2个要求是你的字不能写错。那不能写错字呢，我们要看一看，有的同学呢是用网络考试，他是去打字的。那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如果我打一个拼音，比如说 D 和 A 是哒，但是呢你在打 DA 的时候会出现非常多的汉字，你要记得去选择正确的汉字。那很多同学平时发微信的时候呢，打错字是没有关系的，他就一块打一次打4、5个拼音，那最后出来一个词，然后就发给朋友了。那朋友呢，他是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字，虽然你写错了，但是呢你的朋友可以看懂你在说什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如果你选择的是错误的汉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它是会扣分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你打字的时候不要打错，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汉字。
而且呢，拼音一定要是正确的，否则那你的字出来的一定是错的啊。比如说DA 和 DAN 和 DANG， 单和当。那如果你没有记清楚有没有 G 那你在打字的时候当然就会打错。所以这样的错误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如果你选择了网络考试，你一定要在考试以前多多去练习怎么用拼音去打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要在考试的时候要去注意，你在做的时候呢，有没有打字的时候有没有选择错误的汉字，这个很重要。那么如果是你是选择了纸笔考试，你有纸，所以你要用笔去写汉字。当然大家要注意了，你不能写错汉字。比如说有一些汉字它的下边比较长，上边比较短，但是也有一些汉字是下边比较短，上边比较长。那像这样的汉字你千万不能写错。还有一些汉字呢两个汉字看上去差不太多，那有很多同学就容易写错。那容易写错的汉字，请大家自己要在课下呢注意去学习。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就不给大家再进行详细的介绍了，大家自己下课的时候去学习就可以了。你要去注意特别容易写错的字，你自己要多写几遍。那么除了这个句子是对的，语法呀、词汇呀、还有这个错字都没有。那另外标点也要是对的。标点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里边我们看到有这样的逗号，这样的句号，那这个就是标点。那这些标点呢，在写文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必须是对的。那么这个是这个考试的第二个小部分。在第一个小部分里边呢，老师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怎么去用标点那大家希望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你要回去看一看第一小部分的这个介绍和这个讲解，那里边我们已经介绍了标点要怎么去写，要怎么去注意那希望大家去看一下。那另外一点就是文字的要求是80个字左右文字是80个字左右，所以呢，大家其实注意的是到了80就可以了，其实不用写特别多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那这里的基本要求，一个主题跟图有关，逻辑要对，要完整，每个句子都是对的，标点要对，80字左右。那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些，你的分数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一定要放心这个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大家都必须要做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两个注意的事项。什么是注意事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子对比句子难更重要。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在心里边。大家如果不能够写非常难的句子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你就要写非常简单的句子，有把握的句子。因为如果你的句子语法是错误的，它是会扣分的。但是呢，如果你的句子是对的，很简单的，它是不扣分的所以呢，如果你对难的句子没有把握，你不确定自己这个句子写的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写，你不如去写简单的句子这一点呢是老师给大家的一个建议第一，你要保证句子是对的，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稍微的试一试去写一点比较难的句子当然了，我们在后边也会向大家介绍怎么去写比较难的句子我们会看到的。那另外就是不需要写太多有很多同学他在纸笔考试和网络考试的时候看到了非常大的空间，他就开始想是不是要写400个字呀？那这样的话400个字会不会分数更高呢？其实并不是的那大家要注意的是，你写的越多，错误可能就会越多，所以其实不如写到80就够了那
就因为不到80的话，可能会分数比较少，到了80就可以了。太多的话，错误有可能也会多，这样的话你的分数也会很低。所以呢，在这里要建议大家不要写太多，80个字就可以了，80、85、90都可以，不要写300、400，那个就太多了。第一，浪费你的时间；第二，错误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呢，建议大家就保证是80、90就可以了。好，这个是我们的注意事项。那然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题，我们的步骤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我们要看一下看图片里有什么。我们看到图片里边有什么，这个是第一点。那首先我们在这个图片里看到了，第一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然后我们看到了她打电话打手机，然后我们还看到她笑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你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看里边有什么东西，你甚至如果他是一个人，你还要看他在做什么，而且你要看他的心情，他的表情怎么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啊，我看到一个同学写文章，也是写这个图片，他看到了一个女人，他看到打电话，但他写的内容是这个女人给妈妈打电话，因为她非常不高兴，她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所以她哭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文章里的女人她在打电话，但她是笑的样子，所以她一定不是打不高兴的电话，一定是高兴的电话，高兴的消息。所以这样的小的细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2个人在聊天的一个照片，那你也要注意他们是很高兴还是不太高兴啊。如果是这样的啊，你怎么样，那他肯定是不高兴的。那如果是哎呀怎么很高兴的样子，那你就要去写高兴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到图片里边有什么，那我们看到图片里有什么以后，我们就去想这个我可以写一个什么样的文章呢？所以现在你就要去想你的主题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根据图片确定主题。你要去确定的是，你到底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什么样的观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一个她给男朋友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她在做什么？她在给男朋友打电话。她为什么打电话呢？因为她想做什么。那最后男朋友有没有同意呢？她现在心情怎么样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可以写一个这样的简单的故事。所以我们先要想一想，我的主题就是她给男朋友打电话。那或者是我也可以写她给妈妈打电话，她给老师打电话，她给谁打电话。那我要确定一个人物，他们也再来想一想他们打电话的时候说什么。 OK， 我的故事已经确定了。那如果我不想写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难，那我可以试一试写一个我的看法。那这里边他在高兴的打电话，他用的是手机，对吗？所以我们可以聊一聊手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手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那我可以写这个。比如说，手机让人们的生活更方便，因为你看到了这个女人她非常高兴，对吗？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肯定先要去写手机好的方面。有很多同学他写了手机对人们的影响，但是只写了手机不好，因为人们看手机，所以不跟家人交流。有很多人走路的时候看手机，所以常常发生交通事故。他写了这些，但是好像是对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文章里边这个人微笑的打手机打电话，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好的，对吗？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你可以写不好的，但是你要保证你的文章里边一定要有好的。比如说，手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你第一可以写
手机对人们有好的影响啊，你只写好的影响，或者第二，你可以写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两个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你都写。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他笑了，所以你不可以只写手机不好的影响啊，只写手机不好，那个是不可以的，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确定了主题以后，我就开始根据图片写出一些简单的句子来了。比如说，他正在给男朋友打电话，因为比如说他们要做什么呢？因为男朋友想邀请他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晚会啊，这个女的非常喜欢参加晚会，所以她很高兴，她同意了。这个是我们的简单的句子，但是简单的句子呢，并没有到80个字，而且句子特别简单，不能够表现出我是5级的 HSK 5级的学生的水平，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最后要增加一些词汇和难度让我的这个故事变得特别的多到80个字，而且让我的故事看起来变得难一点儿。这个是我第2步下边一步要做的事情。那么当我写完了以后，我会说再读一遍，修改错误。那我会再认真的去把我的文章再读一遍，看一看我的文章里边有没有错误，有没有词汇使用的错误，有没有句子的语法错误，有没有标点的错误，那有没有汉字的错误，我再去检查一下。甚至呢，我可以读2遍那么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读2遍，我检查以后如果没有错误了，那好，我就已经把它做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做题的步骤和方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如果是你写的话，你会写什么呢？你现在就可以想一想，你可以想到这儿，写出一些简单的句子。我觉得到这儿的话呢，大概你用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到了。比如说，首先你看到这个图，女人、手机、笑，那你开始去想，我写一个什么样的文章呢？你几乎很快就可以确定了。想好了以后，你来写几个简单的句子然后你把这些句子写出来以后，你再开始往里边加东西。那一般来说，往里边加东西的部分一般是最难的你要去让句子变得更复杂，你要去让句子变得更难。那这个呢，我们以后会给大家讲一下到底要怎么去做。那首先呢，我们来看2个文章。那这里是老师写的2个文章，特别简单特别简单，一点都不难。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篇文章，它是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先就想到他是一个人，我们给他一个名字，然后我们给他一个这个故事。丽丽正在给她的新男朋友打电话，他们是上个月在学校的图书馆认识的。丽丽和她的男朋友都喜欢爬山，所以他们打算这个周末一起去爬山。丽丽觉得非常开心，这是他们第2次约会，她非常期待。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好，那可能我在第1步想的时候，就是丽丽给男朋友打电话，他们要一起去爬山，丽丽很高兴，这个就是我的最简单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故事确定之后，我再往里边加。我们加内容的时候呢，就要去加，比如说他是谁，他在什么时候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要去做什么，他现在心情怎么样，他为什么要做等等我们可以加这样的内容。好，那然后我们来看，这里有一篇文章，也是关于这个图片的，它写的是我们对手机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方便。在很久以前，如果你和你的家人住在不一样的地方，你需要给他们写信，可能需要1个星期才能到。但是现在，如果你想他们，想和他们聊天，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所以这篇文章，这2篇文章都到了80多个字都是84、85或者87个字。
那你看都特别的简单，像这样的文章你就可以拿到非常高的分数。虽然都不太难，都特别简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到了第一，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二它的逻辑是完整的；第二就是它跟这个图有很大的关系，是根据图片写出来的。那第三就是像我们的标点也都是对的，就 OK 了，就可以了。当然了，有很多同学说，老师你的文章特别简单，我想要写更难的文章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你的非常难的文章句子一定要是对的，你不可以写错误的句子，这个是一个大的前提。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结合图片写短文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也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做题大家呢看到这篇文章，其实呢可以去试一试比如说今天下课以后，你可以去试一试，你找一个图片，你试一试用这样的步骤去写一篇文章，我相信速度一定会更快的。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关于这个题目的介绍。那么在后边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怎么去写一个故事，怎么去写一个观点，还有就是怎么去做说明和描写。那一会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现在呢，我们来先休息一下。